个大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大乔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青岛，来试驾这款传说中非常好看的长安的 UNI-K 这台 SUV 啊。那么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如网上所评价的那样不堪呢？到底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来一起试试这款车。另外呢，大家看到远处呢是我们青岛啤酒节的主场啊，青岛的世界的。欢迎所有的长安车主们到山东青岛来玩耍，一起到啤酒节嗨起来，喝啤酒吃嘎啦。好，关于这台车的外观呢，真的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我们也不想多说了啊。但是早上的时间呢，对这台车呢，我们有一个几十公里的城市试驾，对它呢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。整体来讲呢，这台车的动力啊 2.0T 的蓝鲸动力呢还是有所改进的，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呢，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迅捷的。但是你说猛的话，可能这个词有点对不起啊。但是呢，这台车呢在这个级别来讲，本身的车重呢比较大，所以呢它在这个级别呢还是相当来讲表现不错的一款车型。另外呢，在内饰的部分呢，确实彰显豪华或者说是高档。整体的配置做工呢都是相当不错的，而且也看到了长安设计师啊在里面很用功、很用心的这个细节的部分。那你譬如说这个整体座椅的支撑感，以及座椅打孔带这个空调系统可以通风的。那么夏天坐这个车的时候，相对来讲的话，很多朋友们，比如说你想穿一个非常工整的衬衫，但是如果没有打孔的座椅，不带通风，可能汗就湿透了。这个对于喜欢美美的小女生或者是喜欢帅帅的小哥哥们来讲的话，那简直是噩梦啊。所以配套了这种高级的座椅啊，会让你的出行不再尴尬啊。另外呢，我们坐在驾驶席的部分啊，其实一进来的时候我是有点懵的，我自己很不客气的调整了一下方向盘，发现这个角度变成讴歌了，是不是有点像讴歌的感觉？这个车标原来发现方向盘其实人家这样才是正的。后来我就问设计师啊，我说是不是我们把方向盘装反了？然后呢，他们是为了照顾这个4连屏的多媒体系统，所以呢把方向盘的这个上平面呢做的比较矮，那么形成了一个 D 型的方向盘。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个人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话，如果你之前开过其他的车型，需要适应啊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车和其他车型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不能说它一定不好，也不能说它一定好，只是因为这辆车的这个4连屏的仪表盘的设计而做出来的一个妥协。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设计师的一个小心思吧，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啊。另外，在整个中控的部分呢，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下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，放手机，而且我发现这个位置啊，它配备了很多接口，比如 USB 接口、12伏的电源，包括这个车载系统的 TF 的插卡的接口。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，相对来讲使用比较方便，同时呢也配备了无线充，这些东西呢在目前来讲的话，对于年轻的小伙伴呢是非常实用的啊。同时呢，你看到这个车，因为我们今天开到的是一款高配车型，它有2驱自动4驱以及4驱的这个锁定模式。那么相对来讲，这台车呢在驾控的部分会有一定的优势，也许它还有些越野能力啊，因为今天的试驾呢并没有配备越野场地，不能去体验一下它的这个越野的实际情况。这个呢我们作为一个保留项目，在未来如果有机会长期试驾，我们也可以去走一些这个非铺装的路面，看看它的轻越野能力到底有多强大。好，说了这么多优点啊，其实我想说一说今天早上试驾过这台车的这个直接的感受啊，这算是建议啊，等下一次做中期改或者是小改款的时候可以做些调整，而且这些调整呢其实在软件的部分就可以升级到的。这个我建议长安的设计师，尤其是 UNI 系列的设计师呢可以听一听。首先啊几点，第一呢，在这个中控部分的操控就这个按键的部分啊，现在全部都是触摸按键，非常好，因为它避免了物理按键，比如说有水键造成失灵的这种情况。那你看它现在全部都是触摸按键，但是触摸按键我就有一点想提啊，你看它现在全部都是白色的灯光，那我觉得是什么呢？个人以为，纯个人以为啊，在这个部分如果能把这个灯光显示调成比较有警醒的颜色，你比如说我今天就有一个雾炮，像这个内循环键我点了一下，因为它开始是白色的，我点了一下它没有了，
那么如果这个部分是红颜色的话，那我认为它是开，我就不会去误碰了。现在呢，相当于我把这个内循环的键关掉了。我原来发现原来它的开启灯是白色的。那对于我们正常或者说习惯性的认知来讲，可能红色属于工作键，对吧？白色属于停止键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如果在设计师在灯光设计上稍微有一些改进的话，可能会减少很多误判，这是一个部分。另外呢，它的这个驾驶模式呢有3种 ：Eco 模式、Normal 模式和 Sport 模式。那么这个旋钮的部分啊，它会有轻微的不确定性啊。你看，我现在在调整驾驶模式的时候，我往右一旋转，它现在告诉你是 Eco 模式。那我再往右一旋转，它变成了 Normal 模式；我再往右一旋转，它变成了 Sport 模式。但是在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，你可能它会直接跳过 Normal 的模式，直接变到 Eco 的模式。所以在这个部分的阻尼设计可能需要3档循环。对于使用者来讲呢，就不用去动脑子。有时候你可能虽然这个影响不大啊，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直接从 Eco 模式跳跃过了 Normal 模式，直接到了 Sport 模式，会不会油门一脚深一脚浅，容易产生追尾的事故哦？另外，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2个位置啊，就是建议之后的这个小改款车型可以调整一下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趴车档的位置，那它呢并不在这个电子档杆上面，它是单独列了一个键出来。所以呢，一般情况下呢，这个传统的车企会把这个趴车档放在 D 档、N 档、R 档以及趴车档之间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它并不在档杆上，需要你找。所以我刚才很认真的低头找 P 档在哪里 ，P 档在哪里 ，P 档在哪里？原来它藏在了这个电子档杆的后面。而且呢，它目前用的是这个黄色的标识，也不是特别的清晰。确实，在开这台车的时候，如果你刚刚上手的话，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这个呢，我建议，那么卖车的小伙伴在交车给用户的时候，可能要仔细的去给人家讲一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胶州湾的隧道啊，我们从隧道呢要到青岛市区去了。这个环岛之行呢就这么结束了，但是在胶州湾隧道呢，我们要来体验这台车的动力性能了。这台车呢 2.0T 的动力呢，从数据上来看呢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对它的印象呢还是挺深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试到的一路上呢都是节能的 Eco 模式啊。乔哥是个抠门的人，比较省油。但是为了体验这台车的动力推背感，我们来试试它的运动模式，看看它的运动模式是不是能带给我们很强劲的动力。那这台车呢，因为车重呢相对比较重，而且呢它的4驱模式呢我们已经开启了，为了让它更好的有抓地的操控感，我们现在在驶向海底60米的隧道区域。在这个部分我们感觉到这台车呢，因为车沉比较沉，本身的底盘比较稳，它所选用的21寸的大轮毂，265的宽胎，那么让这台车呢有了4只大脚，所以在地上站的呢是相当的稳健啊。这台车我们在网上呢也看过很多评价，但是开过之后啊，你才会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如网上所说。在早上介绍这台车的时候呢，介绍了它的这个中控4连屏。那么我还在想，为什么要搞4个屏幕啊？是不是太复杂了？功能区是不是划分的太详细、太分散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，觉到了它的这个4连屏的优势啊。你看左边呢，最左边呢是它的4个轮胎的胎压以及车辆的动力输出的这个信息的显示。中间的屏幕呢显示了导航、车辆的基本信息以及多媒体的信息。那么右边这块屏幕呢有趣了，仪表台的最右边的这个屏幕呢，现在显示的是流媒体后视镜。那么在目前流媒体后视镜比较流行的这个时代啊，很多呢都放在了这个中央后视镜的这个位置，但是这台车呢却放在了4连屏中间靠右的这个方向。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呢，在视野上是和驾驶员视野保持相水平偏下的位置，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以及时的传递后视镜的信息。刚才呢我们在路途当中呢有一台刹不住的特斯拉跟在我们后面，其实我好紧张的，还好这个后视镜的大广角的后视镜能判断出它的这个距离以及方向，适合我及时规避。那么这样的话又不影响前方视野，同时呢还可以及时掌控后方视野的这个情况，对于驾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设置，也是设计师的一个小心思啊，在这儿点赞。
好，时间有限啊，马上我们要抵达我们今天试驾的目的地了。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关注我们的车多拜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评论下方留言啊，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去更多的试驾您感兴趣的车型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会做出及时的回复。有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去借助这台车呢进行长测，帮你们去发掘 UNI-K 这款车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。